朋友们注意了，注意了啊！有高人预测啊，在未来的2年，也就是2024年呀，极有可能呢，我们的社会呢会发生10大反常现象和怪象。这些现象呢，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包括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学习呢，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老百姓呢，一定要早了解、早准备、早受益。然后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先给视频呢点点关注、点点赞。您的支持呢，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，说一说这10大现象啊。那第一个现象就是炒房的时代呢，已经彻底过去了啊。房价呢也会慢慢的回归理性，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水平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这几年，特别是2017年以来啊，房价呢一直在猛涨，主要就是因为炒房客在炒作啊，动不动买个几套房，甚至10几套房囤起来，就为了涨价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从疫情之后嘛，特别是2023年，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愿意贷款买房了，即使呢把首付的利率什么所有东西全部都在降。然后，但是大家就是不买房，所以也就导致呢，整个投资房地产市场呢没有那么稳定的一个回报，甚至呢很多人呢都在亏这个钱，很多人的房产变现呢也是非常困难，因此呢也有不少人呢就是导致那个房贷嘛出现断供潮的一个现象。那第二个现象就是2024年呀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活得越来越明白，活得越来越通透了啊，特别是年轻人，特别是那些00后。很多人呢，现在都是不想结婚了，更不想生孩子了，也不想什么贷款买车买房了啊，就是活好当下，然后自己有点钱就去旅游，就去消费，就去潇洒就可以了。那第三个现象就是传统的那种工厂啊，制造业呢将会大量的消失，包括呢机器人，包括呢人工智能呢，在未来也会越来越普及啊，到时候人力成本呢将会大幅度的降低，人工智能呢会取代人力啊，就是有可能呢很多人的岗位呢，就是工作岗位可能会被淘汰掉。第四个现象就是我国的出生人口，包括出生率呢会不断的减少和下降，到时候呢跟婴儿相关的一些产业，包括我们街边的一个母婴店，包括幼儿园，包括中小学校啊，招生呢以后都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。那第5个现象就是核污水啊，也就是小日子呢排海，像太平洋里面排核污水之后呢，大部分人在2024年，包括在未来的5年啊，都不会选择食用那种海鲜了，像什么寿司了，像什么那种扇贝，像什么各种各样的海产品啊。因此呢，从长远来看啊，海产品的价格呢肯定会持续的下跌，这样呢，一些从事海产品的一些人呢，包括渔民，包括那些商家们的收入呢就会下降，到时候呢这群人呢就会选择另谋出路，就是选择其他的行业，或者是出去打工赚钱。那第6个现象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啊，把城里的房子给卖掉，然后选择呢重回农村，回到农村里面，要么盖个房子，要么盖个别墅什么的，选择呢过那种田园的一个生活。毕竟呢，在城市里面，如果选择躺平呢，那种生活成本太高了，也躺不平啊。那回到农村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有自己的地，有自己的小菜园，然后呢，想种啥就种啥，想吃啥就吃啥，再加上呢，空气特别的清新宜人。回到农村生活之后呢，感觉整个的寿命呢，有可能都会延长啊。那第7个现象就是，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农村啊，特别是在农村里面，就是10年之内呢，每家每户基本上门口呢都会停一辆小轿车啊，就是在整个乡镇里面就有可能过年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交通拥堵，基本上家家户户出行呢全部都开小轿车了啊。很多人哪怕是贷款呢也要买一辆，然后呢基本上这个小轿车呢也不再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，买一辆车呢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炫耀了，就是普通的一个代步工具。那第8个现象就是重男轻女的情况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啊，不会再存在了。现在有不少的父母呢都不建议自己生小孩是生女儿还是生儿子，而且呢相对于生儿子来说，现在越来越多人都是喜欢生女儿啊，毕竟呢以后呢指望孩子跟自己养老也不现实，然后你生了儿子之后呢，以后还要给他买房买车，各种的什么攒彩礼，跟他娶媳妇什么的，这样呢还不如多生几个女儿来的划算。以后呢还给自己买衣服，还给自己养老，还动不动每个月比自己的儿子贴心一点，还给自己养老钱什么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偏向于生女儿啊。那第9个现象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的工作人员，包括那些打工的啊、揪螺丝的，将会成为服务业的一个服务人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，有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呢会取代很多的劳力，然后呢将来呢可能在制造业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，只能转行转到第3产业去。那第10个现象就是婚礼啊，以后举办婚礼，年轻人的婚礼呢会变得更加的一个简单，像那种大摆宴席的情况基本上呢会非常的罕见啊。
甚至呢，有很多的年轻的人呢，连那种聘礼，包括那种嫁妆，包括那种结婚的仪式呢，根本都不需要了，直接领个结婚证就可以了。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是活明白、活通透了。不知道呢，大家对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这10大怪象都有什么想说的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